1984年，2名矿工在英国柴郡外的林道沼泽里发现了一具尸体。官方将这具尸体命名为林道人，并判断他曾受过重伤，包括钝性损伤和脚勒痕迹。但这段可怕故事里最令人震惊的是，人们能从一具2000多年前的尸体中确定这些细节。一般来说，即使是尸体下葬仅有数星期，尸体腐化也会使这些创伤难以察觉。那么为什么这具尸体保存如此完好？为什么并非所有的尸体都能维持这一状态？问题的答案就在地面6英尺之下。地下乍一看很难发现生命的痕迹，但一查尺土所含的微生物数量比全球的人口都多。从细菌、藻类到真菌、原生生物，土壤里生存着地球上1/4的生物种类。土壤里最重要的居民或许是微生物，它们的大小仅有几百纳米，却能分解地球上所有死亡或濒死的有机物。设想我们在森林里扔了一颗苹果，它一旦接触到土壤，虫子等无脊椎动物便开始将其分解，一边吸收营养，一边排泄废物。这是分解的第一步，为后续的微生物分解做好了准备。不同环境中生存的微生物也有所不同，比如草地和田地里细菌较多，它们擅长分解草和树叶，但这片温带森林里的真菌更多，它们能够分解结构复杂的木材。为从苹果残骸里获得更多的食物，这些微生物开始释放生物酶，并导致氧化反应。这会分解有机物分子，释放能量，而碳和其他营养物质则会发生矿化作用。微生物消耗碳和一些营养物质，而剩余的氮、硫、钙分子等被留在土壤里。随着昆虫和蠕虫进食更多苹果，它们增加了苹果暴露于这些生物酶的表面积，从而促进氧化和矿化反应，甚至它们留下的排泄物也会被微生物分解。这一过程会持续到苹果消失，在温带森林里需要1到2个月时间。与干冷的地方相比，湿热的环境适合微生物生存，同时促使微生物加速分解进程。结构较为简单的有机物分解速度较快，但只要有足够的时间，所有的有机物都会被分解为微小的矿物营养物质。这些分子的原子键合力很强，无法被继续分解，于是这些营养物质会滋养植物，植物会长出更多最终能被分解的食物。这一创造和分解的链条不断循环，养育地球上所有的生命。但有些环境却令这些能干的微生物难以适应，包括英国柴郡外的那片泥炭沼泽。泥炭沼泽中基本上都是强酸性的泥炭藓苔，这些植物会酸化土壤，并释放出一种化合物，这种物质会与氮结合，使土壤里的营养物质流失。再加上欧洲北部的寒冷气候，这些条件使得大部分微生物无法正常工作。由于没有微生物能将其分解，枯死的藓苔逐渐堆积，因此氧气无法进入沼泽，结果形成了一个自然的密闭空间。任何进入泥炭沼泽的有机体都会维持原样，比如林道人。沼泽所含的酸性物质足够强，能够溶解构造较为简单的物质，比如骨头，并让皮肤、器官等结构复杂的组织变成黑色。但除此以外，他的尸体保存完好，我们能推断出他死前很健康，年龄为20多岁，可能生活富足，因为他的身体没有太多从事强力劳动的痕迹。我们甚至知道林道人最后一餐吃了什么，一片还未消化的干面包。学者们还不清楚他死亡的原因，或许他死于一场冷血的谋杀，但尸体创伤的严重程度表明，他也可能作为献祭品死于祭祀。即便在2000年前，有证据表明当时的人们认为沼泽具有超自然力量，在那里，你脚下的土壤并没有绝对的死亡与生命。继续观看视频，别忘了订阅，永远不再错过学习新事物的机会。